如果要评选养蝴蝶兰失败的第一大原因，会不会就是浇水呢？我觉得很有可能。如果会浇水，蝴蝶兰其实很好养。接下来我们主要看3棵水苔、水培和植料盆栽的，看我是怎么浇水的。要不然4个吧，再加个桃粒放在最后。好，我们要开始了，先跟我一起听个声音。这就是完全干透的水苔的声音。看一下盆底，一点水汽也没有了，根也是灰绿色了，而且是从上到下的根都是灰绿色了。这棵上次出现在视频里是7月19号，大概8天之前，今天已经是7月27号了。听上次的。上次的水苔声音很小，不是特别干。上次看完之后没有浇水，一直等到今天。上次的视频里也说过，如果是夏季这个程度我可以浇水，但因为是冬季，所以我没有浇水，一直等到今天。也是因为现在温度低，没有泡盆，打开水龙头冲了一下，转着圈的冲了一下，时间不长，看下面的根并没有变成湿湿的绿色。外套盆里有些水是上面的水滴下来的，但是不会泡到上面的盆，因为冲的时间短，水苔也没有完全湿透。不过过一会儿水苔会自己湿的比较均匀的。这棵在冬季就这么浇水，下一次浇水又要等到根干成灰白色的时候。如果想要给肥，把自来水变成肥水就可以。我这次的做法是这样，先用自来水简单的转着圈冲了一下，然后浇了一点非常稀薄的肥水，也是转着圈浇的，所以外套盆里这点水都是漏下来的肥水。我之所以这么做，也是因为我现在是冬季，温度不算太高，所以用肥也非常的少。先用清水冲一下，然后又浇了一点点肥水。清水冲有2个目的，一是去除肥害，2是让根稍微湿润一下。如果根特别干，马上给肥可能会撑倒它，而先喝口水冲一下再给肥更安全一些。如果是夏季，可以在肥水里多泡一会儿，比如1个小时左右。浇水是昨天的事儿，今天编视频的时候我又去补拍了这几个镜头，看一下这个根和植料都已经湿润的非常均匀了，根上上下下都是绿色的了。外套盆的水就让它在下面，碰不到上面的盆。所以冬季如果想少浇水，就这样简单一施，让它自己慢慢的变均匀。上次我们还看了这个，底下的水居然都已经干了，8天就干没有了。上次水加的比较少，花芽倒是长出来了，也长长了一些。这次先给它泡个水，水里有点肥，不过非常的淡，所以颜色几乎就看不出来。泡了10来分钟，把水倒掉，留这么多。这个水里也是有肥，过1周左右我会把这个水倒掉，重新换上清水，主要是怕蒸发之后肥水变浓。最近风大，比较干燥，蒸发的非常快。水培的1周左右换一次水比较合适。同样的，水是昨天泡的，今天它的根看上去也都还挺精神的。挺高的就不拿下来看了，水肯定还有，不会蒸发的那么快。这是一棵树皮混料栽种的蝴蝶兰，它的植料也干透了，看盆底一点水汽都没有了。如果是夏季，可以不用到这个程度就开始浇水，到这个程度就马上浇水吧。而冬季到了这个程度，再等几天浇水都不要紧。根干到这个程度，叶子依然还是挺挺的。如果是夏季，可以泡盆，也可以选择浇水。选择泡盆是为了浇水间隔可以长一点，夏季干得快，泡盆大概1个星期左右也要再浇一次。如果只是浇水，可能1、2天、2、3天就要浇一次。整个冬季我都不选择泡盆，如果泡盆的话，我猜搞不好要1个多月吧，浇水间隔。这有点太久了，所以冬天我只选择浇水。就像这样，
把水从上面慢慢的浇下去。这个水是带肥的，最好一周圈都浇到。浇完下面的盆里，如果水过于多，要倒出来。外面这个套盆里可以根据温度保留一点点水或者一点不留，温度过于低的时候一点水都不留。虽然是转着圈慢慢浇的，根和植料都不会湿的特别均匀。温度特别低的时候，这样就足够了。最近这几天温度还行，所以除了这么浇水以外，还可以喷点水。喷水比浇水相对均匀一些，但这个很麻烦，我比较少用，应该说我几乎不太这么用。喷水通常就是施叶面肥或者特别干燥的时候给叶子喷点水会用，以喷水的方式来浇水真的太麻烦了，喷这么半天也就比刚才多湿了那么一点点而已。所以通常我不会以喷水的方式来浇水，主要就是嫌麻烦。还有一个省事儿的方法浇水，就是直接用水龙头冲。冲植料的时候顺便把叶子也都冲洗一下，冲过之后盆内又存留了更多的水，根看起来比之前绿了许多，但依然看上去绿的不是那么均匀，所以要想立马让根绿的比较均匀，就只有泡盆了。如果足够有耐心的话，再等一等，它也会变得比较均匀的。这是第二天，也就是今天根的样子，明显的看起来比昨天均匀了非常多，而且下面比上面更湿一些。一是水会往下走，二是下面那个套盆里多多少少都会存留了一点点的水，虽然我倒出来了，总归还是有一点的。温度比较低的时候，通常我们会说少水，就是少给点水。那给水少了，就会发生这种根湿的不太均匀的情况，除非是像水培的那样，整个根都泡了。即便我用水龙头转着圈的冲了一会儿，根依然是这样不太均匀的湿，但这没有关系。吸到水的植料会慢慢把水放出来，那整个根部的环境就是一种湿润的环境，所有的根都会感受到这些湿润的，也就变得相对均匀一些了。不需要在浇水的那一刻就让根看起来湿润的非常均匀，如果那样的话，水可能太多了。当然我说的这个是冬季，尤其是最近我这边温度有时候最高温度只有16、17度，那这个温度情况下是一定不能水多的，还包括用水去冲。其实整个冬天我也不做这件事情。今天一个是为了示范一下，二一个是今天的温度确实比较高，有19度了，最高温度可以到21度，未来几天的温度也都还不错，所以我就这么冲了一下。而春夏秋像刚才那种哗哗的冲水可以经常进行。最后再来说一下陶料。陶料我通常就是这样上下2个杯，非常的省心。下面的杯子里有水，水位根据温度高低和根的长短调整。温度高，水位高；温度低，水位低；根长，水位低；根短，水位高。它的浇水挺随意的，天气好，也就是温度好的时候，随时拿出来冲一冲或者泡一泡。冬天只冲不泡，夏天可以泡一泡。春秋也可以泡水。它的养护方式介于水培和植料盆栽二者之间吧。陶料的吸水性不好，它也不会酸腐，所以在温度高的时候，比方说夏季，可以参照水培的来养。下面的水可以泡到一部分的陶料甚至根，但冬季可以参照树皮混料的来养，水就不用泡到陶料了。通常的原则就是温度低的时候以干爽为主，就是保持偏干一些。温度高的时候生长得比较快嘛，所以保持偏湿一些。这是昨天浇水的一小部分。
让他们4个做个代表来记录一下冬天我是怎么浇水的。